当清晨的阳光刚刚照到北京城的时候，当一群一群的白鸽开始在天空飞翔的时候，当人们的生活正和早晨的鲜花一同开放的时候，有一个老人家，他每天在这个时候就在开始工作，画画。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。60年来，他一贯地热爱自己的工作，不间断地、严肃地劳动着，在绘画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他画的都是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最喜爱的东西。他喜欢描写蔬菜、瓜果和庄稼，他画得非常简练，只有几笔就能表现出这些东西的特点。他把这些劳动的果实画得十分鲜美，十分动人。看到这些画，常常会引起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。白石老人也喜欢描写花草树木，他善于表现花草的形象特征。在他的笔下，每一种花草都有它们自己的个性和特色。他不是盲目的模仿自然，也不是琐琐碎碎的一样画葫芦，他所要表现的是这些花草的生动的神态。他在色彩配合方面有独特的见解，有时特别的夸张，有时又大胆的省略，红的更红，绿的更绿，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。这是一幅墨牡丹，颜色是黑的，可是
你仍然可以感觉到，这是一只色泽鲜艳的花朵。白狮老人特别喜欢小动物，他经常注意这些小动物的活动状态，所以他就善于表现它们的动态。他画的小鸡，就像在地下滚动的毛绒球，非常生动可爱。他画的松鼠，仿佛时时刻刻在警惕着什么。白狮老人真正捉住了松鼠的那种将动未动之间的神态。这只猫瞪着眼睛在瞧什么呢？哦，原来他在欣赏着蝴蝶。这3只麻雀，尾巴一翘一翘的，好像在开辩论会。他画的青蛙非常简单。可是青蛙的动作却有多种多样。这只青蛙的后腿被水草绊住了，它正在用力地挣脱。这些活泼的小鱼，眯着眼睛一看，就好像在纸上游泳一样。白狮老人的精确表现技巧，是和他平日对于一切物象的精细观察不能分开的。他曾经把虾子养在鼻息里面，经常观察虾子的活动。当他完全掌握了虾子的动态和特点以后，他才开始动笔。由于白狮老人的努力钻研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，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。你看，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。他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，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。同样是画虾子，可是它的表现方法是各不相同的，无论是用笔用墨，都在不断的变化。
他画的螃蟹也是非常生动的。白石老人说，画螃蟹要画出它在横行，看这些螃蟹真好像在横着走路。白石老人很喜欢昆虫，他常常在紫藤花下观看那些飞舞的蜜蜂。你看他画的蜜蜂，翅膀好像不断地在震动。他非常精细地表现了鷙鸟的翅膀，他把鷙鸟的翅膀画得像一层透明的薄纱一样。蝴蝶翅膀上仿佛长着一层软软的绒毛，用手碰它一下，恐怕就要掉下来。他把这些昆虫不仅画得细致，而且画得非常有生气，好像能飞能动，能叫能跳。他常常将精细的描写和大胆的省略结合在一起，有的一丝不苟，有的寥寥数笔，这就是比自然形态更为巧妙的艺术加工。因为这样，他的作品才具有形神兼备的特色。白石老人在他自己的作品题词中，说明了他对于艺术表现方法的观点。他说：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太似为媚俗，不似为欺世。这就是说，不能做照相机似的画家，也不能把不真实的形象来骗人。”他的这种看法，在他的作品形象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。白石老人的风景画是不多的，可是他的风景画另有一种明朗的风格。他用简练的笔墨，描写了浩荡的长江大河，描写那远去的白帆和一望无际的沧波。他画的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祖国的景色。他描写过那些黄昏的渔村，描写过秋天的枫树林，描写过傍晚归林的鸦雀，描写过江南水乡里忙忙碌碌的鱼鹰。他的风景画也常常是劳动人民喜欢的风景。白石老人的人物画也不多，他的人物画就像漫画似的简略，也像漫画似的带有愤感和讽刺的意味。你看这幅画上，他提着“宰相归田，囊底无钱，宁肯为盗，不肯伤廉”。这种打工作揖的姿态，我们不仅在舞台上见过，也在过去的生活中见过。在这幅不倒翁的画幅上，他写上这样一首讽刺诗：“乌纱白扇俨然关，
不倒原来泥半团，将汝忽然来打破，通身何处有心肝？这明明白白是他对于国民党统治的尖锐的讽刺。白石老人一切作品中的强烈的人民性，是和他的出身、工作和经历分不开的。他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贫农的家庭，这一间星斗堂边的古老茅屋，就是他诞生并度过了青年时代的地方。因为没有钱念书，于是放牛、捡柴火就成为他童年的主要生活。这就是他小时候经常在这儿放牛的十字坡。他曾经画过一幅牧牛图，来纪念他的童年。画上题了一首诗，叙述他儿时的故事。大意是这样：当他去放牛的时候，他的祖母在他的身上系了一个铃铛。傍晚，祖母总是立在门前盼望他。一听见铃铛的声音，就知道他要回来了。他15岁的时候开始学做木匠，后来又专学雕花木工。这一座木床